咱們人類，也就是智人，到底是怎麼從一個食物鏈裡頭不起眼的小角色，一步步爬到頂端，成了地球的主宰呢？這聽起來像個科幻故事，但它恰恰是我們物種最真實的起源故事。今天咱們就一塊兒来揭開這個秘密。咱們先來看2張快照，对比一下就特別有意思。你看啊，10萬年前，我們的祖先還只是東非草原上掙扎求生的一種動物，普普通通。但快進幾萬年，到4萬年前，哇，整個局面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不僅站上了食物鏈的頂端，足跡還遍布了全世界，甚至都到澳大利亞了，而且還開始創造藝術、造船，用各种高級工具了。要知道，在整個演化的歷史長河裡，這一點時間簡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那問題就来了，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是什麼點燃了這場革命的火焰？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揭開的謎題。要想解開這個謎呀，我們得先回到過去，看看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我們的祖先過得到底有多平平無奇。你看啊，在很長很長的一段时間裡，智人真沒什麼了不起的。說出來可能還有點丟人。我們第一次走出非洲，想跟咱們那些更强壯的親戚尼安德特人搶地盤，結果呢，輸了，被打得灰溜溜的退回了老家，就這麼被困在非洲的一個小角落裡，看不出有任何特別的優勢。但是就在大約7萬年前，情況突然變了，好像有個開關被打開了，某種火花被點燃，然後歷史的走向就永遠的被改变了。這個不是什麼慢慢悠悠的進步，而是一場大爆炸。船、油燈、弓箭，還有能縫衣服的針，各種各樣的發明創造，就好像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一樣。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藝術、珠寶，甚至還有宗教、貿易和社會結構的苗頭。一切都指向一個源頭，我們的大腦裡發生了一場深刻的變化。現在，大部分研究者都相信，這場變革的核心是一種全新的語言。不過，你可能會問，這種語言到底新在哪兒？它有什麼特別的呢？最開始大家猜，這種新語言可能是為了更高效地傳遞危險信號，比如大喊一聲“小心，河邊有獅子”。後來呢，又有個更有意思的八卦理論，說語言能讓我們聊八卦，討論誰可靠，誰是騙子這種複雜的社會關係。這確實能幫助我們形成更緊密、更大的社群。不過，這些都不是最關鍵的。我們語言真正獨一無二、改變遊戲規則的那個特點，是它居然能讓我們去討論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東西。沒錯，就是這種談論虛構事物的能力，這種講故事、聊那些只存在於我們想象中的事情的能力，這才是人類真正的秘密武器。哎，說到這兒，得說清楚，這可不是簡單的說謊。說謊是啥？是明明河邊沒獅子，我非說有，這是騙你。但我們說的這個能力要強大得多，它叫做構建想象的現實。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只要有一大群人，咱們大家伙都願意相信同一個故事，那這個故事哪怕是虛構的，也能在現實世界裡產生真實的力量。想想看，神、國家、錢，甚至人權，這些東西不都是這樣？正是這種能夠共享虛構故事的超能力，讓我們一下子就突破了一個天然的障礙。一個限制了所有其他社會性動物的障礙。你知道嗎？社會學裡有個著名的數字叫鄧拔數，就是150。這個數字說的是一個人靠着閒聊、八卦、建立個人關係，能維持的穩定社交圈子上限差不多就是150人。一旦超過這個數，你就沒法真正了解圈子裡的每一個人了。你看，黑猩猩的群體一般也就50只左右。我們祖先的原始部落也差不多就被困在150人這個坎上。那麼問題來了，我們是怎麼從這種小部落發展成現在動不動就幾百萬、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和國家的呢？咱们來看一個現代的例子就明白了。看到這個獅子標誌了嗎？這是標致汽車的 logo， 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現代部落的圖騰。這個標誌的背後是一個由成千上萬甚至幾十萬互不相識的陌生人組成的龐大合作網絡。但這就引出了一個特別好玩的問題，這個叫標誌的東西，它到底是什麼？它真實存在於哪裡？你要是想找個實體出來，會發現，哎，根本找不到。是那些車嗎？不是，
車全砸了，公司也還在。是那些工厂？也不是，工厂可以再建。是员工或者股东吗？更不是了，人都是可以換的。所以说，標致這家公司，它根本就不是一個看得見、摸得着的物理實體。在法律上，我們管這種東西叫法律擬制的實體。說白了，它只存在於我們共同的想象之中。它是一個我們大家集體講述，並且都願意相信的關於法律、商業和責任的故事。但正是這個虛構的故事，卻有巨大的力量，能讓成千上萬的陌生人為了同一個目標高效的合作。這個例子就特別好地解釋了，在認知革命之後，我們智人到底創造出了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我們成了這個星球上唯一一種生活在雙重現實裡的生物。一個現實是客觀存在的，有河流、樹木、獅子；而另一個現實是由我們共同想象出來的故事構成的，裡面有神、有國家、有公司。而且後面這個想象的現實往往力量更大。這種創造故事、改變故事的能力，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而這些故事的不斷演變，就是我們的歷史。它讓我們跳出了只能靠基因演化的慢車道，一下子就上了文化演化的快車道，所以我们的社会才能在短短幾十年甚至幾年裡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你看，我們最了不起的力量，我們整個文明的根基，其實就是這種對虛構故事的集體信念。現在你可以花1分鐘看看你周圍的世界，然後想一想，你生活裡有多少東西是建立在實實在在的物理現實上，又有多少東西其實是建立在我們大家都同意去相信的一個個故事之上。